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断掌论命，最豪富贵掌 vs 穷凶衰运文。先天纹路决定你后天运势，万中选一的极端掌纹，快看看你有吗？手相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，历来被认为能通过手掌的纹路、形状来洞察人的性格、运势与命运。尤其是断掌手相备受关注，因其纹路独特，有着极富命理象征的含义。在断掌纹中，有象征富贵的最豪富贵掌与代表困顿的穷凶衰运纹。手掌的纹路似乎预示着一个人未来的成就与艰辛。本视频将深入探讨断掌的手相特征，解读最豪富贵掌与穷凶衰运纹的差异，探寻手相学中的先天纹路如何对后天运势产生影响。第一，手相学中的断掌是什么？一、断掌的定义与特点。断掌在手相学中指的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横贯整个手掌，看上去像一条直线。这种手相的特征极为明显，通常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。拥有断掌纹的人，手相独特，这条纹路清晰粗直，使得手掌显得刚毅而独特。二、断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。断掌纹在中国古代手相学中备受重视，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命理意义。古人认为，断掌纹的人性格坚韧，意志坚定，具有不凡的生命力，且往往在事业或生活中有极强的决断力。断掌在许多文化中还被视为天生领导者的标志，因此断掌纹往往预示着一种极端的命运走向。三、断掌的影响，命运的先天暗示。手相学认为，手掌上的纹路是命运的密码，断掌纹象征着一种鲜明的性格特质，而这种特质会在未来的生活和事业中发挥作用。手相学中的最豪富贵掌和穷凶衰运纹，便是两种典型的断掌纹路表现。不同的断掌纹路预示着完全不同的命运。第二，最豪富贵掌象征财富与成功的断掌。一、最豪富贵掌的特点。最豪富贵掌不仅是断掌，更具有富贵的象征。手纹深刻清晰，手掌厚实饱满。通常，这种手相的人拥有一条粗直、完整的断掌线，贯穿整个手掌，且左右对称，掌纹延伸到生命线区域。此外，最豪富贵掌多伴有其他辅助纹，如财库纹或财富线。这些手纹增强了命主的财运和成功机会。二、最豪富贵掌的性格特征。拥有最豪富贵掌的人，个性坚定，积极上进，不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。他们具备强大的决策能力与毅力，在面对困难时不会轻易妥协。此外，最豪富贵掌之人多具备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，能够在事业中把握机会，赢得丰厚的回报。三、最豪富贵掌的命运象征。最豪富贵掌在手相学中被视为富贵命的象征，通常预示着事业顺遂、财富积累多。有此手相的人多能凭借自身努力和敏锐的商业头脑积累财富，甚至进入社会上层阶层。最豪富贵掌的人往往拥有较强的管理能力，能够在商业或领导岗位上获得显著成就。第三，穷凶衰运纹象征困难和波折的断掌。一、穷凶衰运纹的特点。穷凶衰运纹也是一种断掌，但纹路较为杂乱、断续，不同于最豪富贵掌的清晰和直线。穷凶衰运纹通常显得模糊、不均匀，线条交错，甚至会有分叉。这种手相的断掌纹常伴有命运破损线或破财纹，这些纹路暗示了命主容易遇到经济困难或生活挫折。二、穷凶衰运纹的性格特征。拥有穷凶衰运纹的人通常情绪波动较大，容易在逆境中感到迷茫，缺乏最豪富贵掌之人那种坚韧的决断力。他们往往思虑较多，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影响，
决策时缺乏果断性。这种性格特质使得他们在事业上容易受挫，财运不佳。3. 穷凶衰运纹的命运象征。穷凶衰运纹的手相常被视为贫穷命或波折命的象征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在生活中较为艰辛，容易遇到经济困难或家庭波折，缺乏积累财富的能力。穷凶衰运纹意味着财运不佳，生活中会遇到较多挫折，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和修行来改变命运走向。第4，断掌手相如何影响后天的运势？1. 先天手相与后天努力的关系。手相学认为，先天的纹路只是命运的起点，但并非命运的终点。最豪富贵掌虽预示着财运与成就，但仍需后天的努力加以推动。而穷凶衰运纹虽象征波折，但通过修心、行善、学习理财知识等方式，也可以改变生活状态。2. 最豪富贵掌的后天发展建议。拥有最豪富贵掌的人，虽然天生具备财富和成功的潜力，但若不善加利用，依然可能错失良机。因此，他们应通过后天的努力，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，例如不断提升管理技能，扩展人脉网络，保持创新精神，这些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事业发展，实现财富积累。3. 穷凶衰运纹的逆袭之道。穷凶衰运纹虽有财运波折，但手相学认为，努力可以改变命运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可以通过培养坚毅的心态和实际的理财方法来改善财务状况，例如学习投资理财、节俭生活、积累应急储备等。通过持续的努力和积累，即便是穷凶衰运纹的命主，也有机会改变命运，获得更好的生活。第5，佛学对手相学的智慧启迪。1. 佛教的因果观对命运的解读。佛教认为，命运并非不可改变，福报的积累可以改善生活状况。最豪富贵掌或穷凶衰运纹所带来的命运起点，并不是人生的终点，关键在于个人如何修行，行善积德。佛教强调行善积德，认为每一个善行都会积累福报，从而改变命运。2. 接纳与放下，超越手相的局限。佛教提倡放下执着，认为外在的财富和成就并非幸福的唯一来源。手相学中的最豪富贵掌虽代表财富，但不一定带来幸福；而穷凶衰运纹虽多波折，但也能锻炼意志和智慧。佛教认为，真正的幸福源于内心的圆满，而非外在的命运模式。3. 改变命运的力量在于修心。无论是最豪富贵掌，还是穷凶衰运纹，命运的走向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心的修行。佛教认为，通过修心和积累善行，每个人都可以改善自己的命运。手相学提供了对命运的初步解读，而佛学则启发我们去超越手相的束缚，以积极的心态和智慧面对人生的起伏。第6，如何通过后天努力改善手相带来的运势。1. 培养财商，提升财富运势。对于拥有最豪富贵掌和穷凶衰运纹的命主来说，学习财商知识是一条积极的出路。财商或财务智商，不仅仅是管理财富的能力，更是一种理解金钱和规划未来的思维方式。最豪富贵掌的人通常具备天然的财运，但如果缺乏财商知识，容易因盲目投资或过度消费而导致财富流失。通过学习财商，他们可以更好地稳固财运，合理分配和管理资金，使财运更加持久和稳健。而对于穷凶衰运纹的命主来说，财商知识更是帮助他们走出财务困境的关键。尽管手相可能暗示了较为艰辛的财运，但通过培养财商，穷凶衰运纹的人可以学会有效储蓄、降低负债、合理投资等技巧，逐渐改变财务状况。财商教育帮助他们在经济上更加自立，
避免财务上的大起大落。通过提升财商，不同命主都能在财务规划上做出更明智的选择，使得生活更加稳定和富足。财商不仅是改变个人财务状况的工具，还是命运转变的重要力量，使他们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掌控自如，收获长久的财务自由与安全感。2、积极行善，积累福报。无论手相如何，行善积德始终是积累福报、改善命运的有效途径。佛教中强调，命运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可以通过善行来改变和提升。布施、帮助他人、参与公益等都是积累福德的具体表现。通过这些善行，我们不仅能为他人带来温暖和帮助，更为自己种下善因，结出善果。布施并不限于金钱的捐赠，它还可以是时间、精力的投入，甚至是关怀与鼓励他人。善行带来的福报，犹如种下了累累的善果，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积累，最终会让自己受益。行善积德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财运、事业运，还可以带来人际和谐、家庭幸福等好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善行能净化心灵，减少焦虑与不安，使内心得到真正的安宁。在行善积德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命运得到悄然的改变，而这种改变为生活带来的是更光明的未来与更多的机遇。3、修炼心态，保持积极乐观。面对生活中的起起伏伏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非常重要。最豪富贵长的人不要自满，穷凶衰运文的人也不应自怨自艾。通过修炼心态，培养坚韧的品质，才能真正面对人生的挑战。乐观的心态有助于吸引正能量，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获得更好的运势。手相学中的最豪富贵长和穷凶衰运文是两种典型的断掌手相，它们象征了不同的人生轨迹。然而，手相所揭示的只是人生的初始模式，后天的努力和修行才是改变命运的关键。通过学习佛教中的因果观，修心养性，行善积德，我们可以摆脱手相的局限，走向更加圆满的生活。愿每一个人都能在手相的启迪下，通过不断努力，实现命运的改变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